来呀，来杯酒，不醉不回头。Hello， 我是怪兽山丘的小饼，今天来解后头在今那，大家应该知道我在哪里吧？应该很明显吧？还是说这个角度比较不明显？这个所在叫做兰屿的馒头山。基本上，如果你有来过兰屿的话，或者是说你想要来兰屿的话，你应该都会听过馒头山这个名字。只是说馒头山真的比较危险，不能讲比较，是非常危险。为什么大家会讲说馒头山比较危险？最主要一个原因是因为要来馒头山的时候，你必须要爬峭壁这件事情。那爬峭壁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心惊胆跳，有点可怕。如果你平常没有习惯走这一种的重机场，没有习惯攀岩的时候，你其实会蛮危险的。我们来 VCR 回顾一下，来看看小饼刚刚是怎么爬的。基本上你来馒头山，你就是要穿过兰屿高中，穿过兰屿高中之后，再走过一片的礁岩区，到馒头山下的时候，你要再爬馒头山的峭壁，因为它是垂直的。当然，它还是有一些辅助的钢筋啊，或者是辅助的绳索，但是这些钢筋跟绳子，它其实有点久了，还是会蛮危险的。如果说你有来馒头山，千万要记得，你要拉这些绳索、踩这些钢筋的时候，都是含住，不要直接踩上去。如果你把全身的力量都施力在这些钢筋或者是说这些绳索上面，如果说不小心钢筋歪掉啦，或者是说绳索断掉，摔下来的话，应该非死即伤了。看你摔的高度啦，然后看你摔下来的角度，不管是你要2个人、3个人、4个人都可以，反正就是组队来，那会比较安全一点。爬过那个峭壁之后，就会比较轻松一点。介绍一下小饼今天使用的装备。小饼今天使用的是泰沃特的 Okinawa Membiga 100SXH， 其实就是大家讲的真男那一把阿诺16000型的卷烟器，605带的6号 PE 线。前导线的部分使用 Goethe Braid 的龙太郎尼龙线。如果是玩铁板的话，小饼就会换成15号或20号。玩大了，小饼就会把它换成40号的前导线。这就是今天使用的装备。本片有怪兽山丘周边贴纸抽奖活动，分享、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即可参加。小只的，啊！没有暴露吗？2只对不对？2只在下面追啊！不要喘气。刚刚东龙应该不大，刚刚那一只啊。那个10几斤而已啊，都小的，那就很爽啊。那很爽啊。10几而已，还没锁死就站不住了。没有遇过那个力道，我给你看那个西北那只就很大。可是旗北的没有那么强啊，这是流场的问题啊。一是它生活在这种流场，它本身的肌肉量就一定会比较高。2是在这种起流的状态下面的时候，你要逆流拉回来。通常你在这种流场钓的时候，增加大概10斤的拉力。假设你在这边这样10几斤。那就表示你在旗北那边大概是20几斤的拉力。它那个牛有的是黑的，它是品种不一样的，就是没有一样的，然后只是长到一个程度之后，它会翻黑。小时候都叫呱呱啦，除非它是黄尾的，黄尾那个就大不了。但是如果说你看到是那种一般的灰色的尾巴，那个长大就会变牛港。不是很多人都会在那边讲说，嘿，不是牛啊啦，嘿是龟啊，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。那只是说从呱呱升格成小牛的等级会不太一样。你像台中的话，2斤就被叫牛港了，在南部他们要5斤以上叫小牛。如果在兰屿绿岛来讲的话，20斤以下都叫小牛，有没有很刺激？刺激啊，大雾梦，真的要成群啊！对啊，至少我摔下去，你还可以先拍一下，然后再叫人。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前导线的问题。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前导线用什么样的线重，不管你是喜欢用尼龙线还是喜欢用碳纤线，其实这2种线各有优缺点。前导线它最大的用意是什么？1. 前导线一定要够耐磨；2. 前导线要有它的延展性，让你在薄雨的时候，让你在重雨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缓冲值在。稍微来讨论一下尼龙线跟碳纤线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。尼龙线的话，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就是说它的延展性会远胜于碳纤线的延展性。原因是因为碳纤线它的材质的关系，所以相对的碳纤线它的延展性会稍弱于尼龙线，但是碳纤线却强在
它的质感。你在超耳的时候，其实因为低延展性的关系，它的反馈的状态会更好。但是相对的，碳纤线重雨的时候，因为延展度比较低，所以一超过它的拉力值的时候，它会直接就断掉。但是尼龙线的特性却不太一样。大家有没有跟一些渔民，或者说有习惯使用尼龙线的前辈们讨论？当这些鱼的拉力它完全超过了你的尼龙线的拉力值的时候，它不是先断，在拉力值超过的时候，它会被拉直、拉白、拉细，整个线撑不住的时候，它才会断掉。这个是一个尼龙线它一个很大的特性。在博大鱼的时候，尼龙线其实缓冲空间会比较大，不会当你第一时间中鱼的时候，瞬间的拉力值，或者是说当你在博鱼的这个拉力值超过的时候，它就直接断给你看。它还会有一个延展性，它还会有一个缓冲的空间。碳纤线到底有什么优点？大家耳熟能详的优点就是它非常的耐磨，但是实际上它真的比较耐磨吗？因为之前有一个 YouTuber 阿红，他其实有做过相关的测试，就是测试尼龙线跟碳纤线到底哪一个耐磨。后来测试的结果其实是尼龙线比较耐磨。小饼个人的分析是，碳纤线它还是很耐磨的，但是碳纤线它比较硬，所以相对的它有可能会比较耐剪。那尼龙线的话，因为它的线质比较软，有可能耐剪程度会输给碳纤线。有关于取舍，这个就要看每一个人在意的部分，没有所谓的说碳纤比较好还是尼龙比较好。以综合这样子的特性来讲的话，就要看你自己的喜好是什么样子。滴滴棒爽，滴滴棒爽，棒爽棒爽，滴滴棒爽。2,000 years later. 来呀来杯酒，不醉不回头。丢油，靠背。下课鱼，没有大老二，会抵着蛋蛋。靠背。打电话求救。看看有谁会救我。馒头山这边有个好处啊，就是它不穿，它下面的这海底地形比较没有那么障碍物没那么多，就怕流的问题而已。然后再来就是你要怎么起来。靠北没接。这边记得要站好啊，因为后面就是悬崖，又下去。
上来了。我操！啊！10级，重点是要怎么搞它起来，在下面。还好10级而已，拉得起来。其实还是可以用飞的啦，对吧？用飞的好了。靠背，慢慢都有。小牛回家，回家，我去。既然刚刚讲到了尼龙线，那小饼稍微推荐一下，有一款最近小饼在使用的尼龙线。这款尼龙线小饼已经拿来试过 GT， 拿来试过根调，都还蛮不错的。这款线是 Ghost Brand 的龙太郎，这个是简易包装，因为小饼拿到的时候它还没有正式包装。这款尼龙线就跟刚刚小饼讲的一样，就是它的延展性非常的好，它的延展性可以到达20%。当你中鱼的时候，如果那只鱼它的拉力值远超过你现在所使用的这款线，你至少会多那2成的机会，可以把这只鱼给搏上来。线的强度有分2种，一个是说它的直线拉力值，另外一个是大家最在意的部分，就是它的线节拉力。其实线节我们在绑的时候，它一定会降低拉力值，那只是说它降低几%。龙太郎以一般的线节测试的时候，它是会降低大概差不多5%左右。当然还是要看你绑什么样的线节，但是降低损耗的这些拉力值会比较低，让你在捕鱼的过程的时候，你比较不会有心理压力。碳纤线跟尼龙线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异，碳纤线因为它是属于偏硬线，尤其是你是使用小捆装的这种线，碳纤线它会比较容易卷曲。但是尼龙线的话，因为它的线质比较软，所以相对的话，它的线比较不容易卷曲。以同样的线盘来讲的话，碳纤线跟尼龙线它有这一个差异。如果你很在意，当你的线拉出来的时候，你线是很卷曲的状态来讲的话，尼龙线应该会是你一个很好的选择。有关于线质的柔软度问题，因为其实线质的柔软度问题的话，其实在我们玩路亚来讲的话，好像大家没有那么在意。但是在渔业用线来讲的话，线质的柔软度其实对他们在使用渔业上面来讲的话是非常的在意的。因为线质的柔软度它其实会影响鱼的救饵，线质越柔软的时候，相对它会更去降低鱼的警戒性。那我们在拿尼龙线来使用在路亚上面的时候，应该也会有一样的效果。龙太郎的线质非常的柔软，你可以用在暗抛，你可以用在船钓，你也可以用在敲底。以这次小饼在做钓来讲的话，我觉得还蛮好用的。至少小饼在飞牛港上来的时候，龙太郎没有让我失望。如果你对龙太郎有兴趣的话，欢迎跟各大钓具店洽询。一款小饼觉得还不错用的尼龙线推荐给大家。好了，今天就是这样子。如果你还喜欢怪兽山丘的话，欢迎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。而且怪兽山丘开启会员哦，如果你有兴趣加入怪兽山丘的话，每个月你只要花75块，而且你可以得到怪兽山丘的会员徽章，而且还可以使用怪兽山丘会员专属的表情符号，并且获得怪兽山丘的周边商品。如果你还喜欢怪兽山丘的话，也愿意支持我们的话，欢迎加入怪兽山丘的会员大家庭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Kate 就是 Creators at Taiwan， 是为台湾新媒体创作者打造全新平台。想多了解 Kate 的话，就去下载 Hami Video App， 进入 Kate 网红馆吧。See you